今天开封蓝莓泡酒，这瓶酒是米酒泡的，闻起来是很清爽的水果味儿。泡了2个月，基本已经闻不到酒的味道。大家如果用纯水果泡酒的话，正常1到3个月都可以，时间短的话喝是可以的，但是酒味儿会重一些。我们可以看到酒体非常透彻，红色里透了一些粉和蓝，多了一些高贵的气质。蓝莓虽然没有它独特的香气，但喝起来入口非常顺滑，几乎完全没有酒味儿，更像是一种冰镇果汁，清透却毫不甜腻，仿佛酒在口腔里迅速扩散至每一个味蕾。我还用53度的酱香白酒也泡了一瓶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闻起来有一点白酒的味道，酒体是紫罗兰色，很冷艳的感觉，比刚才米酒泡的明显要深一些，可能是酒的度数比较高，蓝莓中的花青素被提炼的更多。虽然闻起来有一点酒味，但喝起来白酒的辛辣感很微弱，跟米酒泡的相比，清透感更加明显，而且还多了一些层次，在口腔中的回味也更加的持久一些。两款酒的味道各有千秋，像我这样喜欢喝酒的人，更喜欢酱香型白酒泡的这款；如果是平时不怎么喝白酒的人，米酒泡的应该会更适合一些。下一期我们来开封2款不同米酒泡出来的苹果酒。这一期我们开封龙眼酒和火龙果酒。先开龙眼酒，龙眼的果香甜淡柔和，与酒香结合在一起，若隐若现。我这次用咖啡的滤纸来滤酒，可以过滤掉果肉的碎屑，酒体会更加透亮。枸杞让酒呈现出淡淡的金色，很赏心悦目。喝一口，龙眼的味道快速的由浅入深，仿佛在口腔里瞬间炸裂。酒体的感觉是绵柔细腻的，龙眼的果香展现出2种不同的层次，在果酒里还是很少见的。再品尝一下火龙果酒，果味也是淡淡的，这个紫红色很漂亮，耀而不艳的感觉，入口甘甜绵柔，浅口又很像火龙果汁，完全没有辛辣感。可能因为它是用米酒泡的，度数低，只在喉咙里会有一丁点酒的刺激感，但整体层次感比果汁要丰富很多。这款酒不管从颜色还是口感，应该会很受女孩子的欢迎。我前几天又尝试了很多种花芋酒、植物芋酒、咖啡芋酒、茶芋酒的几十种不同组合，等我品尝后再把好喝的分享给大家。最后祝朋友们牛年大吉！上期的测评我们说的白色絮状物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面目。这是我之前泡的草莓酒，上次吃海鲜面的时候开的封，倒了1小杯喝，但是没有把果肉与酒做分离，又放置了大概7、8天，一打开就明显的闻到一股水果腐烂的味道。我们把酒倒入到另一个薄一点的容器里，会看得更清楚。白色絮状物就像棉花一样，是一大团一大团的，搅一搅容易散，也是成小团絮状的，这种是绝对不能喝的。看着诱人的颜色，无奈我只能倒掉，心疼啊！我决定再泡一杯草莓酒，所以提醒各位朋友，一定不要中途打开，不慎落入的杂菌会让水果变质，从而导致整瓶酒都受到影响。如果开封，先做酒与果的分离。下一期我们来开封橘子酒和菠萝酒。
这是两款不同的米酒泡的苹果酒，到现在浸泡了2个月。先开九江双蒸这款，很透亮的米黄色，入口是原本米酒的糯香和苹果的果香融合交织的味道，伴随着苹果的甜味，喝不出酒味。另一瓶是用桂林三花米酒浸泡的，后口酒感略重，但是不辣口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从颜色、口感和滋味等方面跟上一款区别并不大。这2瓶都用的是红苹果，虽然加了柠檬，但鲜爽度还是比较弱的，可能换成青苹果会更好一些。到时候我们再试试。个人推荐指数红苹果3颗星。今天开封威士忌泡的草莓酒，浸泡至现在2个月，开盖是很纯净的草莓香，橙红色的酒体很高级舒适的颜色，入口果味浓郁，像是液体状态下的草莓糖果，后口有一丝烟熏气息，是基酒中焦糖的原因，完全没有辛辣的酒感。之前用白酒泡的草莓酒相比而言更加的鲜爽，白酒泡的草莓酒个人感觉可以打5颗星了，而威士忌泡的这款更加的沉稳别致，完全称得上5星加，简直是个惊喜。